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静怡，然后也是苗静。哇，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卫龙，也是陈毅。欢迎两位，看到两位同框的画面哈，我这个嘴角就没有压下来过，一直在疯狂的上扬。都知道啊，在剧里咱们陈毅和苗静呢是双强天花板，剧名野狗骨头呢也是非常贴合两位在剧中的这个角色，而且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电视剧的一个名字。那今天正逢这个七夕节啊，咱们直播间必须要给大家整活了。对，那我们今天就请两位来一个野狗派还有这个骨头派的一个 PK 哈。是，那首先情话 battle。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情话 battle， 很简单，就请两位用剧中角色的口吻来向正在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送出七夕的情话，也就是向正在看直播的你们告白。是的，要是野狗派跟骨头派，对，有种 battle 的感觉，但是呢，又要向屏幕前的宝宝们送上七夕祝福。最重要的是送祝福啦，所以现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都可以啊。七夕嘛，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然后幸福美满，然后两个人野狗和谐欢乐，不要吵架。哇，这种感觉真的是一个很温暖派的感觉，是的，很务实的祝福哈。对，那骨头派吧，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收获一份很坚定的爱，然后咬住不放手。哦，这不是狗吗？哦，这是狗，这是狗，不是骨头。骨头嘛，也很坚定，很坚硬，对，很坚定，认真爱的人。是的，我觉得确确实实，爱的话确实要勇敢爱，爱了就不松口，是要这种感觉。所以两位的告白，可以看我的脸都红了。怎么你害羞什么？因为我们俩也是观众了，我们也是观众啊，我们感受到了 ，get 到了，对这个甜蜜爆表了，所以相信观众朋友都接收到了。那今天我们的甜蜜暴击并没有结束，因为这么浪漫的日子，我们恰巧又是来到了我们的野狗骨头剧组。是的，所以我听说两位今天也是有备而来。你看，一直疯狂的点头。小备而来，小备而来，开始有多么小的准备啊！那作为陈毅还有苗静的话，如果一起你们两个人如果过七夕节，我说的是剧里面的陈毅和苗静一起过七夕节的话，会想着为对方准备什么样小的礼物呢？很小的礼物是，回手掏了一个什么？哇哦，这个是什么呀？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其实这是戏里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陈毅送给苗静的，所以现在也想送一个给陈毅。虽然没有陈毅送的，虽然没有陈毅送的那么好，但是就是可以拥有一条。好呀，谢谢。哇，还准备了2条，真好，就每人可以带1条这种。对啊，你们真的是各自带各自的，我以为会有。我帮帮你啊，来帮忙。可以帮他拉紧可以帮一下吗？因为这样最后不太好拉，主要是自己不太好动手。对，紧紧的拉住的这种感觉。哦，那我送给他的肯定是他最爱吃的，来，请上。是什么？我要吃什么呢？糖水。糖水。对，苗静最爱吃的糖水。对。这个糖水如果送给了这个苗静的话，可能是。苗静现在端着也不太，他自己端着也不太好吃吧？你们真的，因为我们就是磕糖搭子。因为其实我们在戏里真的有一起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就是包括广东当地啊，包括陈毅做饭，我们其实吃了好多顿饭。包括他在剧里面就很爱吃糖水啊，然后一直闹着让陈毅去带他吃东西。真的吗？那我们先把这个糖水先放在这桌上，然后再端起你送的糖水，可以就是让现场的苗静就是感受一下这种甜甜的糖水的味道之类的。会不会铺垫有一点点长？对，就可以品尝一下就好，就品尝一下就好。尝一下吧。好，我来吧。好，来。对，或者对，品尝一下吧。确实是，它有很多元素啊，可以看看想吃什么。所以送糖 ，OK， 这个时刻是属于你们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在戏里一共吃了多少顿饭，数一数。然后我们可以在看完剧之后呢，来到惠州，来到广东店和同款的好吃的这些食物。是的，把弹幕这个刷起来。
相信送糖水也是有一定的寓意在的，是不是？当然，就是到时候大家请看我们的剧里。好的，大家到时候去芒果 TV 追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小隐喻啦。哇，真的很用心啊！我看的也是，我也脸红了，怎么办？你脸有点白啊！我觉得这个礼物完全送到了对方的这个心巴上。是的。那送完礼物呢，我也想替各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的心中，对方的这个角色，他如果用一个动物素来就是形容的话，你会用什么动物素来形容这个角色呢？我这儿也准备了2个空白的这个相框，就我觉得描述可能不太有画面感，但是2位可以直接把它画出来。对，画出来，就是觉得心中想一想，先想想是什么动物，然后看挑什么颜色的画笔做对方的这个角色，对，或者你如果想用20支来完成你的画作也可以。那可能这个直播完了都没画完。没事，我们不着急啊，没有人赶时间。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对方的心里，这个对方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素呢？我们期待一下，有点难画。我会画怎么办？画一个，看是抽象派还是写实派？你如果画的是抽象的，就可以让对方来猜是一个什么。哎，对，这也蛮有趣。对。比如你故意不想让他猜出来，你就画得更抽象一点。你很故意。好，我看2位拿的这个，画得好丑啊！抽象就是主打一个氛围感。2位拿的板子，一个是竖的，一个是横的。不行，我这画的我都觉得看不下去。可能就是这种，有点这种调皮的这种感觉，不是固定的这种可爱的角色。对，我们主要是看看这个感觉啊，并不是说要完成一个多完美的画作。好吧，很简单。哇，很简单，但是很抽象，不知道画出来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好像我画的是一只小鹿，因为苗静她又很灵动，然后又有那种很敏锐的气质，对，也很清冷。是的，而且小鹿也有这种倔的感觉，虽然不太像吧。你的很像吗？很实，像啊，很实。就是龙就是 get 了动物素的精髓，它就是要有人的脸，但是要有动物的元素。一看就是小鹿，小鹿乱撞的小鹿。好，小鹿乱撞说得好。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静怡啊，我觉得画的真的太丑了。这样让那个威龙来猜一猜吧。他画的诚意是什么？确实有一点抽象啊，而且这个还有牙齿。是他为了辅助你理解，还加了一个小道具。所以你猜这是什么？这个是狗吗？野狗吗？对吧？是吗？因为我会觉得，其实陈毅他对外的时候，对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狼性的那一面，很凶的那一面。对。但是对苗静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温柔那一面，有一种大狗狗的那种憨厚可爱。对，它又能给你单独的那种安全感。对，我觉得能 get 到，因为你画它的下巴就是那种就是有野性的感觉，但是2个耳朵又特别可爱。主要是这个嘴巴比较有野性吧，它这个牙齿。是一个 logo 吗？我的眉毛画得很像你啊。你这个不应该画个尖的那个牙齿吗？那是狼。对，它是，我觉得这个很精髓，吸血鬼，这个对，很精髓了，又画出了那个角色的那种性格，桀骜不驯，对，灵魂派画手，真的精髓全部都已经画到了，所以非常非常的贴切。是的，对对方非常了解。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来问问对方了，是不是？可以 ，OK， 这个到时候谢谢，好，跟我分享了这个画作之后，可以互评一下，就是对方角色在哪方面是最让人心动的吗？对方的角色，就他的哪个性格特别？我觉得苗静是倔强中流露出的脆弱和温柔，觉得是让陈毅会心疼他，然后会想要去保护他，会心疼他这份坚韧背后的那种脆弱感。而且那份脆弱感也不会说是对所有人都会去表现的。对，因为我们是从小长大的，我最了解他。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先是会觉得陈毅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对，他有担当起这个家。然后我也觉得他其实也有很脆弱的一面，他也会需要对方。然后还有就是他对苗静有一种偏爱，当然。
偏爱的有恃无恐。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剧角色的设定的一个精妙之处，就是它是很有层次的。对，是的。那印象当中，对方的角色做过最让人心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太多了。太多了。我们那天还在说，就是说起我们拍过的这几场戏，高光非常多，太多了。然后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场戏，就是我们两个演完就会觉得好感动。对，但是不能剧透。不能剧透，当然不能剧透。我们期待一下，到时候看到剧的时候，就是高光不断啊。来，不能剧透，期待。但今天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大家一定要锁定今天的直播。是的。对，下一个问题啊，就说陈毅表面他看起来是桀骜不驯，然后冷血无情，但是会帮助身边的很多人，哪怕是关系不是很亲近的，就是陈毅有专属于自己的那种义气和铁汉柔情。那龙龙，你觉得就是怎么理解陈毅的这种性格，以及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呢？我觉得陈毅他底色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从小有一个警察梦，他想要去考警校，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因素，导致他最后没有办法上成警校。这个是不是剧透了？没有，剧透了。这一块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导致他成长环境、原生家庭的原因，对，导致他有一点就是不爱去表达他的情感，但是他会用行动去做一些很正义、很温暖的事情。是从那个细节当中，就是去看到了，就是还包括一些帮助人的一些动机，对不对？是的，也是性格本身所然。对，内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那剧中我们也看到苗静嘛，也是一个非常倔强的小女孩，对。但是呢，性格呢又犟骨头的感觉，对。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苗静在剧里面做过最倔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会觉得苗静的倔跟她的这种犟骨头，有一部分是她的主动。其实我会觉得，包括她后面回来找陈毅，她心里很笃定，陈毅一定是还爱她的。但是我要的不是说你爱我，我要是你主动说出来你爱我。哇，我觉得这是苗静很倔、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对，又飒，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在一起，太了解彼此了。就是可能最开始是陈毅一直去保护苗静，其实现在可能也是陈毅需要苗静，苗静也需要陈毅，是互相的。对，是了解后的笃定，就知道他一定会怎么做，他一定会怎么样，但你又想得到那个结果，所以就会有拉扯。我们一直在拉扯，知道彼此什么话才能伤害到对方。你故意说一些伤害对方的话。对啊。所以这部剧你说怎么能不追呢？又爱又恨，又爱又恨的感觉，真的很期待，而且时间跨度也比较大。是的，对，是的，从小到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预约起来，赶紧预约起来，因为真的是刚刚有一些很真诚的分享，我相信也是惊喜加码了。那我们在芒果 TV 会员官方设备呢，收集了一些问题哦，也是大家一直心心念念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心愿。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都为大家一一解答，好不好？怎么这么多问题？当然啦，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剧啊，所以就特别多有趣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吧。好，第一个说，两位知道在剧集开拍之前，网上就有你们的双人剪辑视频吗？我看过。看过。对。龙龙有看过吗？我好像看过一点点。对，会刷到。然后他们说，大家都说你们是民选陈毅、苗静，两位有什么想回应的吗？就是啊。对啊。没有，其实很搞笑的一点是，以前还没有觉得，是我生日的那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我妈妈坐在我们旁边，然后我妈妈回去就说，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今天从侧面看你们两个，你跟那个男生长得好像。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是吗？是的。对，他和我说过。对。大家如果觉得像，也可以把像打在公屏上。像，真的很像兄妹哦。对呀。是的，所以大家才会说和大家想象中的那两个角色非常贴合。是的。那两位觉得对方和对方饰演的角色有什么相似点？刚刚已经说了一个。已经说到了，说到了一个，说了长相，就是可能有点。对，那觉得就是我以为是性格。我以为是性格。对，除了长相之外，别的饰演的角色，我觉得都很倔。我很倔，都很倔。你说谁啊？我们两个都很倔。对。还有呢？然后都是底色很温暖的人。对。然后都是想
想靠近彼此，但是又不愿意去表达出来，就是不太主动。对，就是那种行动大于语言的人，不太主动，就是比较慢热。太慢热。那你们2位是怎么破冰的？不是慢热，我想问一下，是怕受伤害而慢热，还是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哇，好深入的访谈啊！这好像是涉及到剧透哦，又有点剧透了。不是，现在是在说我们2个还是角色？就你们2个人和角色当中，对那种倔的或者慢热的这个相似点。角色中，角色也挺慢热的。我们2个一起长大，不涉及慢热。对，我觉得只是说，可能在过程中我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我怕伤害到苗静，所以我会主动让他远离我，会说一些伤害他的话，让他离我远一点，就是不要牵扯到你。对，我觉得我们其实最难的一点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剧本从一上来2个人之间就是感情就特别浓烈，对，很爱，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然后你就没有一个说有一个就不熟的时候都是小朋友演的，就没有一个阶段是我们可以演不熟。哦。对，就是一开始就很浓烈，但是呢，中间的可能说话一些行为上又有一些伤害，这种感觉，对，就很难，很难，对我们2个来很难。所以相信2位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对呀，所以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心理建设或者一些准备？导演一直在鼓励我说：“你就是陈毅，你就是陈毅。”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也会怀疑自己。对，你就是陈毅。谢谢。这是一个过程，只有演员自己心里笃定了，然后我们才能 get 到。那现在这个剧已经拍了快4个月了，那2位现在就是坐在我面前，我们就完全通过他们刚的谈吐就能 get 到2个人就是非常的诚意和了解。没错。对，那接到我刚刚的下一个问题，也是芒果 TV 的朋友问的哈。是的。他们说就是2位破冰的瞬间是什么？这就是2位本人，因为刚刚也讲2位在生活中比较慢热，那你们一上来就演这么熟悉的那种感觉，那你们是怎么破冰，让自己迅速进入角色的呢？先来，我先。其实我是因为最开始来到广东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天气不适应，然后有点失眠，然后导演和静怡就是都有送给我一些助眠的物件，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温暖。静怡有想到你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吧。我有几件事情会印象比较深。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是那种说一上来就特别熟，包括我其实因为他当时可能因为失眠，其实挺辛苦的，然后会就你能感觉得到他很想要就是释放自己的那种能量，但是又很就是比较难，然后但是我能感受他就不会说表达的很多，但比如说我会有像我印象很深的2件事，一件事是那一次拍他把我抱起来的一场戏，然后其实把我抱出画以后就是拍其他的东西了，但是他就没有把我放下来，因为我没穿鞋，他就真的一直把我抱到就是导演说停，然后再把我放下来，但我就会很感动，像这种细节，包括他有时候我不太爱用那个风扇，然后他就会在这儿吹，就是能一起吹到，我就会觉得他很温暖。就他的那种温暖不是用嘴说，而是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对，一些小应该的，应该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也完全的 get 到，这个很重要。是的，他的这个付出就默契。是的，很默契，那也会让2位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有更多闪光点迸发出来。是的，那在拍戏过程当中有什么私底下特别好玩的趣事，是我们很想知道，对，跟这个剧透无关的私底下的趣事，大家相处。其实前2天我们拍那场戏就很有趣啊，就是骑摩托那场戏。其实有一天晚上，就那天晚上，我们骑摩托车的一场戏，我们是边放音乐边骑的，就很嗨，很开心。然后我们拍完以后，我们就跟导演说，我们可不可以要一个彩蛋，就是不管剧情，不管怎么样，自己在上面玩。然后就真的老师配合我们，就跟着音乐，我们俩就在上面发疯，然后把那个镜头一拉出来。我们俩就像开演唱会一样，还对前面嗨。我们还做了一个很傻的动作，是什么？底下这样，就像杂技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在拍很多戏，我们2个还挺有默契，包括跟导演，经常会有那些就是突然想到的想法。比如说那天我们就是拍那个
在阳台上跳舞，就是大暴雨对，我们就是觉得，哎，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要不就淋雨玩一下，就很多这种，然后大家都会一拍即合，都懂对方的点。对，所以那个氛围感也就出来了，而且你们已经沉浸在那个角色和那个氛围当中，自己也玩得很开心，也玩得很开心。对，你们的开心就是通过，然后再从这个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天选的这种感觉了。那我刚刚 get 到的点就是，不仅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可以在剧情里看到，也会有很多彩蛋，不定时的让大家看到，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野狗骨头的官方社媒以及芒果 TV 的所有的社交账号。那最后一个是来自芒果 TV 超品会员通过专属渠道送来的一个问题，他说两位是如何看待你们角色当中那种彼此救赎的关系？互相救赎这种关系是怎么看待？感觉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就是对方唯一的光，因为两个人都很苦，都是个小苦瓜，互相温暖，对，是彼此的唯一一束光。对，我觉得这照亮他对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救赎自己。对，就是看概括的时候，特别是你们俩又演出来，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都好想给你们送点饭，给你们送点吃的，给你们送点什么，给他们送温暖。对，那我们作为观众到时候看也会很心疼，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觉得会，应该会的，很有共情。那静怡呢？你就是觉得？我感觉就是谁都两个人之间都少不了对方。可能在前面是真的苗静和陈颖，真的就是陈颖就是苗静的港湾，但是其实陈颖真的中间很辛苦，经历了很多事情，其实内心其实是有很大的阴影的。对，其实这个时候是苗静把他给拉出来，就是互相救赎，真的少谁都不行。对，就是那一束光打下来。是的，刚刚其实我们有 get 到很多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问的这个救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刚刚静怡也反复强调的这种暧昧的拉扯。那接下来，来我们来这个透露剧情高光点哈，就是大家如何拿捏这种暧昧的这个拉扯，可以涉及到一些剧情。如何拿捏？其实主要是我们大家互相讨论，然后包括导演给的一些镜头。对，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在现场走戏，就是看感觉来。对，也不会走得很死，就大家就是来吧，先试试，聊试试这样。然后就问导演，因为导演也比较喜欢去捕捉那种我们自然的互动。对，然后就是经常就是我们自己来。对，是。因为他很信任你们，也是刚刚讲到的默契嘛，就是大家有默契的，所以他相信你们俩可能一开机的时候就可以迸发出不一样的这个亮点。而且会不会就是在互怼的时候、互相拉扯的时候，自己也上瘾了？我就得让你难受，这种感觉。我也有啊，他有，他绝对有。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慢热，但是我们一开始都是演苗静很主动的戏，然后导演就每天跟我说你放开了来，然后我就心想反正我们两个得熟悉一点，我就真的会很故意的去那个，对，然后他有，我有说怎么回事？怎么？对，会有那种怎么办？但是他最近又非常的那个什么，就最近是他比较的让我对，他就是慢慢拿捏到你的那种，这种就对他的一些，因为现在可能最近演的是比较前期的戏，对，就是陈毅比较的放松，比较拿捏苗静，比较阳光的时候，感觉有点小小报复的感觉。对，所以呢，刚刚的分享可以让我们觉得是迫不及待想要看剧情了，所以一定要跟着青年追起来，一定要期待我们的《野狗骨头》播出，绝对好看，一定爆。那剧中陈毅、苗静呢，有了很强的牵扯和宿命感的这个救赎，那我相信两位的默契度，那一定是杠杠的了。所以接下来，光说不练嘛，对不对？我们来玩游戏吧。对，就是默契度的小挑战了。好的，那第一个默契挑战叫做七夕心灵的感应。是的，规则很简单，就是最近也很流行这个游戏，就是两位呢在一开始先闭上眼，然后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那你就把眼睛睁开；如果你的答案是 no， 你就可以闭眼。
是的，对，如果我们俩问了10个问题，他们都全部睡着了。他们为了就是那就不要怪我们，显示默契，就是完全没有睁眼啊。对然后我们看看2位的默契度到底如何啊？是的。那么现在就闭上眼睛喽。好，现在闭上眼睛了。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来了。好，第一个问题就是陈毅和苗静是一见钟情吗？3、2、1。好，这绝对不是睡着了，这真的就是闭答案眼，显而易见，非常默契，就不是。get 到了。那现在睁眼是听你们说话哦。那我可以闭一会儿眼睛吗？不可以，他会睡着。我怕会睡着。对，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剧里面的这个角色真的不是一见钟情，真的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刚见面的时候，恨得要命。对，我恨不得把他赶出家门。我恨不得，我也不知道，就是要把你赶出家门那个时候。对啊，因为有一种你觉得他是一个闯入你生活的人。对，因为他陈毅的成长环境就是陌生人请不要靠近，生人勿近。然后我就是那种你让赶我出去，我就偏要留下。哦，对，骨头感就出来了。我那你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是因为有好感，对不对？不是，只是性格就是像。就是你激起了我的战斗欲。懂了。好，好，可以闭上眼睛了。第二个问题来了。第二个问题来了，苗静比陈毅更主动吗？3、2、1。这个问题醒了，答案很显而易见啊。是的，所以在这个剧里面，真的就是苗颖更主动。苗什么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2个人的组合叫做苗。你怎么都开始取名字啦？怎么回事儿？这是我们的新的 CP 名吗？我被你们2个人都把它组成了 CP 名，因为太甜了，就蹦着一个名字出来。所以苗静确实更主动，对不对？是的，是的，从小到大都是吧？都是主动的。从开头一直到后面的剧情都是主动的。对，哦，哥哥一直很克制。克制。喝凉茶要克制。哎，又涉及到一个剧透。我们真的有在心里，又觉得真的有，对，又怕剧透，又很想就是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稍许的分享就是一点点的那种分享是什么？就真的有一些喝凉茶的剧情，就具体为什么喝凉茶，大家请看什么野狗骨头，他已经说了。我觉得陈毅一直在做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做那种宣传片，就是为什么请看，为什么请看，我们的宣传片都有了。好的，来下一个问题，天黑请闭眼。请闭眼。这是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哈。说苗静上学的时候吃的最多的食物是面条吗？3、2、1。不是，那是什么呢？我很好奇。太多了，他每天想吃的，比如这个。而且我还会提要求，我想吃什么，点菜。对，当然也有面条，泡面有，泡面是因为又是你看，但是我们真的吃了很多好吃的，对，而且都是很现做的吧？都是现做，都是陈毅做的。又剧透了，又剧透了，那就更好，剪掉。这是直播哦，对不起，会做饭的陈毅，就是反正是一个很暖的陈毅了，好不好？好，天黑请闭眼。第4题，陈毅爱苗静更多一点吗？3、2、1。我很期待答案。终于有一点不一样了，可以睁开眼睛了。而且龙龙给的答案是感觉不是半真半闭的感觉。对，我觉得是互相爱的。但是你还是睁开了。但是苗静并没有睁眼。你觉得是什么？都很爱。我是半睁半闭。那这是。他真是这样其实是一样的理解，对不对？对。所以他选择闭眼也是对的，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说更多，他觉得没有更多是，所以是很平衡的。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种感觉。对 ，get 到了哈。好，天黑请闭眼。接下来这个问题，陈毅，寸头更帅吗？3、2、1。这个问题我可要多聊一聊了。怎么说？为什么都闭眼啊？为什么都闭眼？觉得都帅啊。比如有哪个？这个跟陈毅好开心哦，因为毕竟可能是因为时间跨度很大，所以会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型，对不对？对，都是帅的。那你会有不同的发型吗？
我太多了，我的头发每天弄完都断好多。对，还有齐刘海的，还有回去的，还有大波浪的。对，可能就是有学生的，或者就有后面的这种成长线。时代不同，对不对？所以会有不同。对，也会觉得这个会对角色有帮助吧。就比如说，可能那样子会让自己回来的时候，好像显得气势稍微更强变化一些。那比如刚刚说大波浪，是不是那个年代，比如很流行港风的？因为其实我们有特意去讨论，就是这个戏每个人就大家的年代是怎么样，会想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特色。对，所以就是觉得那个很适合，也展现了角色的审美。那你自己有为这些造型提一些建议吗？会啊。比如哪个造型是你觉得你想要做的？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前期苗静就是应该穿的破破烂烂一点，就是可能一件 T 恤反复穿，因为我们当时很穷。就也真的不能，因为最开始我们试妆的时候也会试一些很乖的呀，或者我就会觉得这不是苗静，就会有很多这种想法吧，因为感觉要自己觉得舒服试才能演的。因为苗静是你嘛，所以你必须要就是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理解，对。所以金怡是因为觉得是陈毅是一直都是帅的，所以是闭眼的。那威龙呢？你为什么就是一直闭眼？他不想站。你跟我说实话。只是单纯的困了。我想应该就是觉得就是不能自夸，但是就是别人有人夸了，那我就我帮他说出来了。很开心。哇，这个太陈毅和苗静了。就今天跟你们俩沟通，就我感觉就是好像我在采访剧里的两个角色，对，并不是宋威龙和张婧仪。是的，所以他就是很认可。好的，天黑请闭眼。来，下一个问题哈，就是陈毅和苗静有没有幻想过婚礼的画面？3、2、1，哦吼！太精彩了，每个问题答案都不一样。太精彩了！龙龙睁眼了，这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龙龙是马上就眼睛就睁开了。对。哎，你是有幻想陈毅和苗静是有的，因为有一场戏其实是在这个不能说。那你干嘛要？其实是，但是我预演又要说，其实是有幻想的，在某场戏会有表达。好，但是也是在后期。我觉得今天记高光的小本本都一页都记不满哈，就是你们俩透露了很多，所以陈毅真的很多高光。感觉就是每天都在演重场戏。是的。哇，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这可以当宣传的那个话题，就是所以大家来看，也搞沟通，因为两位主演说每天都是重场戏。那苗静为什么完全没有幻想过这个？我觉得其实我可能觉得不是说幻想过没幻想过，是我觉得可能这是男生和女生思维的不一样，就苗静跟陈毅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陈毅从小都会想要给苗静一种安全感，一个家。但是其实就是从苗静的心里，我会觉得我并不说一定要跟陈毅结婚，我就是认定我们俩这辈子会在一起，就是婚不婚礼什么不重要。哦，对，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思维的不同了，但也会需要仪式感吧。比如。一定会的，所以到底不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到底要怎样？就是在一起啊。对啊，就是要长久的在一起。就虽然就是让男生就是去做这个事情，但我们在戏里是有这个是有交代这个的。有的。哎，我觉得做这种剧组探班特别好。怎么说？就他们俩就在角色里呀，可能刚刚还在拍，所以我们跟他们聊得特别开心。对，好。天黑请闭眼，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哦。如果剧中角色要过七夕的话，会选择什么活动？那我会选3个，然后 A、B、C， 然后你们要异口同声的说出一个答案。A 看演唱会 ，B 看一场日出 ，C 其他。3、2、1 ，C B。你比他慢了，你还说的 B， 那说明就是有不同的理解。对，那谁先来分享一下？我这样龙龙吧，因为他直接说出了是 B 看一场日出。因为我很喜欢日出和日落，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时刻，然后也是一个美好的一天的开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时刻，所以想要带苗静去看。对，也是一个很完美的有日落，一个很期待的开始。那吴静怡为什么选的是 C 其他？就是感觉可以很多事情啊，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日落，也可以散步，也可以很多，就想做更多。就女生不要做选择，叫都要是吧？赢了，跟刚刚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不只要婚礼，我要的更多。我要全部的爱。
要全部的安排。我觉得玩游戏会更让大家迅速的了解到两个角色当中的这些碰撞的闪光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玩游戏。好，我们的第2个挑战呢叫做红线捆绑双人台球。噔噔噔噔，我们真的是把剧中的台球有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的，虽然是迷你的台球啊，台球在我们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和道具。那这一次呢，我们需要用红绳把2位的左手腕要绑在一起。那么你们要做的就是一个人是瞄准球杆去。另外一个人就是推动球杆，然后要在90秒完成5个进球，就算挑战成功。成功了就给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如果没有挑战成功的话，我们也不剧透。就是你会有一些小惩罚，是的，一羞羞小惩罚。好，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可以来，准备好了。先来，你们俩可以先站好，因为你们俩的左手对不对？对，左手是要绑在一块的。是的，你们可以先放一下。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可能要前面，对，靠前一点，一个靠后一点。怎么放？就是要叠在一块儿。对，就谁来瞄准？他跳球很厉害的，他跳球很厉害的。那你是不是要压住他的那个手？好，你来捆吧。对呀，就是他跳球可能会有气功。好，来你们俩的左手先放在一块，我要绑起来。先交出2位的。是的。对，左手腕我们要这个把它捆绑在一起。当然呢，就是我们是有这个配合啊，一个人呢是要握住球杆去瞄准，另外一个人是要去推动球杆的，所以看怎么一个配合。好了， 90秒，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来，我们把这个要怎么架呀？这个就是，对，对，你看一个人是对拿着嘛，然后一个人就是这样嘛，另外一个人就是推球杆嘛，所以就是一个配合的感觉。那我来架，你来推。行，那你真的相信我？相信你。好，你就准备好了，我们就确实有点不相信。不是，我们相信你。你们准备好就说计时开始。我们拍的时候，我总是打跳球，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你有真跳球很厉害。不是，那都是偶然。你一直在给他压力。那我们开始了，3、2、1，开始。直接。推动了，很棒啊！然后可以过来了，你们2个人就可以把这个推到这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黄色的不好进去吧？龙龙，你可以给一些建议。要不我来？可以啊。你来架球杆。是这样。这么架。我懵了啊！加油，说不定你一下子进5个球。哇，进了一个，就差一点白球进去，全进了。让我看看啊！来这边吧，就尽量不要背对镜头，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2位这个默契来互动的这些画面。是的。一杆就进洞喽，这个也只能蒙了。好，只能蒙，相信蒙的感觉，这是一种球感。毕竟咱们也是台球厅的老板啊。打那个1，是不是可以？没有进，对不对？好像5的感觉也蛮厉害。我觉得打这个，3、2、5，来架。架这个。再往左边，再往左。静你的手，静你很努力，我看出来了，你真的很棒哎。加个缝吧。好难啊，这个迷你台球厅。对，就增加了一丢丢难度，但是这个趣味性。要不我们把机器架到隔壁，直接去真台球厅打？没有。相信哦，相信自己的感觉。蒙吧。那打哪个？其实你发现没，用力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进球的。你就随便架。那这个。这个就是奔着惩罚来的，是吗？我们觉得你是手拿捏的，手拿捏，时间还多着去了。因为这肯定比现实的难，因为这个桌子比较小。是的，非常迷你。其实告诉大家，其实这因为非常迷你的话，它的就告诉大家开台球厅不容易。我们一定会去你剧里的台球厅去玩。坏听，加油！坏听，加油！各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想让他们打哪号球，也可以打在评论区。没有这么厉害，不能指哪打哪是吗？我们的目标就是能进再进一个吧，我觉得就加油，可以的，相信是后续发力的。白球算吗？怎么开始摇桌？不是，刚刚不小心晃动了一下，没关系，应该是放这里的。要不这样吧，我们摆一个球。这个可以吗？我可以啊，不小心放了一下。没问题，可以。对，因为刚刚是我们的球拍出了问题，所以我就摆了这个。
可以。真的，哎，怎么一下子就是这个，就感觉就是这种，怎么回事呀？哎，刚刚太会了，清洁。刚刚怎么又稍微动了一股？哎，这个好，因为桌子太轻了，它不平衡。只是我刚刚不小心撞了一下球台，对，跟大家道歉啊，对，所以是这种感觉。等一下，这个没有弄好。这个刚刚那个桌子动了一下，真的。不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桌子是有一点斜的？地不平。对呀，真的，因为这下面有地毯，然后这个桌子不太平。没错的，是主要是这个问题。确实，我们都看到了这个问题，问题真的是很明显。我们的问题很明显，咱们很努力了。对，不是我们来之前呢，真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把球摆得太直呢？这个真的是球的这个是你手架的问题。我刚刚没架好哦，这太没有架好了吧？好，我们的这个难度哈有进一步，我们有进一步的升级，我们的这个球。你确定是升级吗？升级了，哇，全进，买1送1啊！全进了，白球进。白球进了就重新摆，不是排球进了就是要重新摆。对，我们的规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不小心就是进球。我们进了4个球了吧？因为这个台球桌比较小，所以我们的规则也不一样。当然了，其实我们很想给大家送福利。我们来个远球怎么样？啊，远球？什么是远球？哦，就是这种吗？是这种远球吗？对。OK，尝试一下。好，尝试一下吧。确实这个还是有点。等一下，我感觉这个歪了。对，是歪了。那它应该往哪边才是正常？这样可以吗？对，他们就是因为开台球厅的，可能比我们要了解，要专业很多。对，是的。我们的这个杆子也有问题，杆子有点问题，他没有磨那个粉儿。哦，是的，大家知道有个那个小方块儿哈，连粉都不准备，怎么回事？导演组太不专业了，太不专业了，越来越不专业了，真的，我们回去要写反思报告。哇！5个了是不是？5个全部完成了，很好，真的厉害，真的，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架得好。对呀，这个剧一定爆，真的爆了。你们俩要不要给对方，因为达成了这个目标嘛，一个感谢，因为这是你们俩合力完成的，感谢，太有默契了，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OK， 可以把那个红绳，对，来，你这个红狼可以开始解开了。哎，你还真的很像红娘哎。是啊，可以看得出 OK， 哇，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没想到我们就是开这个台球厅，然后可以在现场给我们来了一个这么精彩绝伦的这么一个台球。对，我们这个是不专业的，要更加专业的呢，就要到剧里去看了啊。是的，相信也会有很多这样相关的剧情，更加的甜度升级和爆表。好，我相信各位朋友们没有看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默契考验，叫做真假故事野狗骨头版。就是呢，每个人分享3件在剧组发生的事情，是，然后由对方来猜出这件事情里哪件事情是假的。就是我们的要求是3件事情里有2件一定是真的，1件是陷阱的假故事。那比如静怡说了3个之后，龙龙，如果你对哪个有疑问，你就可以先调查一下，先提问题，然后问完问题之后呢，你再来做出选择，觉得哪个是假的。这刚刚的没有惩罚，那个惩罚没有，对啊，因为刚刚赢了，是啊，所以这次就必须要有惩罚了。这不就当然答对了就没有惩罚，答对肯定没惩罚。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想看对方接受一些有趣的小惩罚，也可以就是把难度设高一点，就每个人3件事情，对，可以思考一下。就我没听明白。就是你说比如静怡说，我接下来分享3件剧组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是分享第一件，就是我小学大概是6年级的时候，我剃了光头。为什么？我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子。对，就可以。你试下，真的。问完之后呢，你觉得 OK 了？对，一共是3件。然后你就再说第2个。对，再说第2个。第1个说完了，如果马上有提问就可以提问，然后3件故事一起说完了之后，就给出一个答案。是在剧组发生的，是吧？对。我最近有养一只黑色的爬虫。这是第1个故事。所以现在就可以猜龙龙的哪个2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很确实养。这个很笼统，对不对？对啊。他说的是新的哦，还有没有问题？
龙龙说完，不然你会忘记他。不会。那你先来。好，静怡来一个。那天拍完轮船上的戏，我跟着他们坐那个摩托艇出去转了一圈。这个不真，怎么转的？谁开的？就是那个武术老师啊。武术老师开的。武术老师那个队伍里团队里不是有个专门穿摩托艇的替身老师？那你身上湿了吗？湿了。问了龙龙，你就说感觉他没有被说服。没关系，我觉得有一点疑问是对的，没有疑问就是下一个了，就是对，又到了龙龙说了，下一个，想想。那天我出去运动，碰到一个女生，她过来问我是不是她说你就是。这个必须要提问吧？那个路人是男的女的？女生。年纪多大？我怎么知道人家多大？20多岁吧，一个小女生。我了。最近剧组不是捡到了几只小猫嘛，那个很小的，我领养的。点头是，因为确实捡的挺好，然后我也有拿到大碗的一张。但是他说他领养了。对。OK， 知道这个故事了，没有疑问了。好，接下来就是你的第3个故事。对，最后一个故事了。或者静怡，怎么了？没事。是3个故事，是3个故事，对。我好像玩错了。没事，没事。第3个故事。想一想，静怡，如果你先准备好了，你可以先说。你先想到。好。再打磨一下。我在那个海上面拍戏的时候，伤的时候留了一个疤。我最近开始慢慢的健身。OK， 那现在2位是要说2个真的，一个是陷阱假故事。对对。是的。那我只有一个是真的。哎，那就难度加码。那就这样，龙的你有一个是假的，然后静怡是只有一个是真的，你们就猜哪个是假的。他的摩托艇和小猫是假的。为什么呢？不为什么，你就说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呢？如果现在说你的这个推理的依据，因为他家有一个豆仔，有个小狗狗，我就觉得他领养小猫是假的。然后那个小猫也已经被领养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假的。然后摩托艇呢，我觉得他露馅了。那天他想要玩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说不能骑，而且那天大晚上的。所以静怡是想玩，但是因为他想玩，对，天黑了。他刚开始想让我问导演说让我骑着，对，本来我说我们一起骑一圈，就是跟着他们，但是说太危险了。我觉得这2个都是你问了当事人，然后问当事人，所以他刚才笑应该是觉得这个很离谱。
有种被看穿啊，脸红了啊，对，也是对彼此很了解了。那你现在要猜龙龙哪一个是陷阱？他说了3个故事，2个是真的，有1个是陷阱。就要猜假的，是不是？对，猜假的。对，猜假的。那个爬宠是假的。怎么你对吧？龙龙怎么不坚定了？我怎么知道？这真的是默契，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他确实我知道他最近在就是开始健身啊什么的，早起早睡。然后第3个就是真的嘛，对。然后我觉得第2个应该就是他出去跑步的时候被问了，也蛮真的。对，他有跟我说，给我看过他那个爬宠，然后我觉得一般养一只爬宠不会那么轻易去养，他养了很几只了，我感觉应该没那么快就又养一只。哇，2位太了解对方了哈！当然也发现2位其实在生活中也会很在意一些很多细节，就像刚刚龙龙的一些线索，其实都是他自己观察得来的。那谁设计的这个环节啊？那惩罚你们？惩罚我们？哇哦 ，yes，OK 的，对，龙龙一下子就猜出来了。那惩罚我们？那我们的惩罚当然也有啦。对，我们的惩罚就是要好好的这个剧宣，满足大家的这个心愿。是的，包括要呼吁大家一定要看我们的这个野狗骨头，因为真的我从这个一些我就已经完全在追了，而且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极限拉扯的这种感觉的这种剧情。对，他刚刚也在跟我说，很喜欢这种，很期待这个剧。是的，所以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好消息来了，也就是咱们的野狗骨头是未播先火，掌声先来一波。噔噔噔噔噔！因为产生出了非常多的出圈名场面和剧照，包括今天我们野狗骨头的这个官方社交账号还发了一些，哇哦，好甜。是的，对海边2个人的一些那个海边照那个氛围感，我的天儿啊，太好了。那个其实是我们刚拍没多久去拍的，对，在岛上还不熟。但是那天有很惊喜，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这能说吗？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出来，他才知道能不能说。对，就是我们其实拍完了正戏，然后我们就在海边沙滩上看回放的时候，然后一回头看到那个粉色的晚霞，然后就很美，然后我们就真的就那一下还挺感动，大家就一起冲到海里，对，包括摄影老师就拍啊，各种拍我们俩就是即兴的，都很感动。因为导演真的很好，真的就是说你们随意演，我们抓就好了。然后导演也会给我们很多肯定，说你们随便，我们接住你。太好了，可能你们俩在玩，在做自己的时候，就可能偷偷的某个机器就开了。对，就是没有剧本，没有设定。就是融入角色，你们做自己就好了。这种感觉也给了你们很多自由发挥的空间了。创作的空间。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有很多的这个名场面嘛。对。那我们今天也就是来复刻一下，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下。当然，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就是直接来看复刻就好了，看看第一个复刻名场面是什么呢？对，因为这些名场面我们俩都很熟悉，更何况是你们。所以呢，他们复刻的时候，你可以猜猜是哪场戏哈，也可以打在评论区。来，我们不给你们看哦，只给龙龙和静怡看。来，我们看第一个吧，在这里。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说3、2、1开始复刻了。准备好了吗？对，是这个。好嘞，3、2、1 ，Action！ 快点截屏吧！哇，截图，很有细节。你看静怡的那个手，可以了。是的，这个演的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能够透露一点点吗？就是这个样子的。谢谢你。这个是吃完饭。这不能透露。不是，我知道是，就是这个情节为什么能出圈，就是因为正常不会做这种。没有啊，他本来要这样。我本来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小嘴巴闭起来。但是导演觉得这个不够甜，不够很怪，就不是这样子，就有点太大直男了啊。就改成了这个。谢谢你改了这个。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那我们肯定要到剧里面。但是我们可以透露，这场戏之后是一场非常浪漫的戏。哇！也就是说，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我们就可以迎接高堂这个场面了，是这个意思。是的。好，我们看一下第2个名场面是什么？哇，有升级。好，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来，3、2、1 ，Action！
哇，也太甜了吧！你这个吃瓜真的吃的有点儿。对，我都在找角度哈，大家相信已经截图了。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感觉这个表情是不是那种特别甜的感觉？对，但又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当时拍的这个心情和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内心比较复杂。啊，很复杂。好，这个画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太期待了。期待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我觉得可以站起来的那种感觉。对，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哈，看看怎么来复刻啊。两位很默契的站起来了，可以看向我们前方的机位。好，老师是哪个镜头？好看，准备好了。好，来，3、2、1 ，Action！ 就是这个名场面。哇，这个是可以。是我们的剧照图吧？对。天哪，这是可以当海报的程度，太棒了！真的好棒好甜啊！我们的剧粉宝们，你们有截屏吗？好，可以去做了。这个相信大家都有截图到。是的，刚刚的复刻就已经非常非常甜蜜了，何况会在剧中呢？我相信呢，接下来肯定会有一些难度升级的东西，也是给大家更多甜蜜的东西，那就是请两位共创一组七夕限定最野的情侣表情包。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些小道具，比如说花花。来上花花，还有这个骨头抱枕，有一个小抱枕。是的，两位需要就拿，对，不需要就可以放在。是的，可以选择。是的，那这边我也准备了拍立得相机，来留下这样的珍贵瞬间。刚刚是在复刻剧里的名场面，那接下来就是两位来自创名场面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一个要求是最野的表情包，然后是看向我啊。好，来我看一下，来，3、2、1，我第一次看你。Hello， 你还在吗？稍等一下，他又被我关了。真的吗？你没事，但是我相信大家刚刚已经就是录到了，我再试一下，不好意思。好，来看一下。哎，那我们重新准备一下。我们有9张，没关系，就是这张我。OK， 送你。好，来，那我们来第一张啊，第一张，来，3、2、1。最野表情包，新鲜出炉，可以来商量一下第二个要怎么做。好，想一下第二个最野表情包，我们可以共创一下。是的，我在这儿拍，各位正在看直播朋友也可以。你可以看到已经在创了，已经在创作了。好，怎么做？这是什么？哦，这个好。3、2、1。哇，这个心比的好新啊，这是很专业的笔芯。好，我们再来最后一张，好不好？好，也是送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剧粉宝宝们的，来看一下，你们想一想，来一个野的吧。也可以站起来和我们这些道具。八角笼中选。来，可以想想有什么参考吗？我们有一个参考，就是怕你看了这个参考就不参考了。你真的要参考吗？不要了。想一想，或者旁边的摩托车这些道具都可以使用啊，看你们。看你，或者骨头，看你，骨头抱枕，看你，看你。这也是一个表情包。或者你想了一个以后，然后龙龙自己在旁边看怎么配合。可以啊。那我就站在这儿吧。好，你就要站着，然后龙来再看你怎么配合了，好不好？可以的话，我们就直接3、2、1来。哇，来，3、2、1。哇，谢谢，新鲜出炉，是的，谢谢两位贡献了非常非常多可以当屏保的珍贵画面了，也特别感谢两位今日的分享，是不是？是的，咱们的七夕约会呢，也在这样一个非常甜蜜快乐的氛围中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期待野狗骨头。最后，我们来请两位主演来安利一下这部剧吧。是的，安利我们的剧《野狗骨头》，好看，必看。好看必看，一定要看，是的，一定要看。